美一谈判再次停顿，美股三大指数呢也产生了顶部背离。那么这一次的顶部背离是道指拉着另外两个指数完成创新高，还是顶部背离之后向下调整呢？纳指呢也是进入到横盘当中，是恒久必跌还是恒完必涨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sie。感觉整一个市场除了存储跟半导体呢，没有其他的概念。美光、AMD、英特尔也是再次的大涨，一个是存储，一个是 CPU， 还有一个呢是老特的背书。这三个股票现在仍旧可以继续的拿着吗？数据中心板块什么时候能启动呢？如果您现在呢也在关注这一些美股问题，可以订阅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一起学习美股知识。今天是香港时间6月21号，我们视频的主要内容会给大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一下大盘的行情解析，美股恒久必跌还是恒完必涨，这个是第一个部分要给大家去讲到的内容。那第二个部分呢，讲一些热点股票的一个解析，一个是特斯拉，一个是英伟达 AMD、美光 HOD、英特尔 IIEN 以及呢 ARM。然后有些股票的话呢，是这一些学员在评论区当中给 Josie 留言的，希望 Josie 可以跟大家分享到的。那如果手上有股票，但是 Josie 没有跟大家讲到的话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给 Josie 留言。老规矩，先赞后看，股市长望。接着我们进入到今天正式的内容。第一个来看的话呢，是整一个纳指的日线走势图。目前能看到的一个点，其实纳指最近的一个走势稍微来说是比较纠结的。能看到呢，它在这个位置当中涨一天，然后跌两天，跌两天之后呢又涨一天。所以你在这个阶段当中，你根据日线呢去操作的话，你会发现特别的不好操作。你看到这一个位置，哇，跳空高开上去，如果说你在这个位置买，它立马呢连跌两天，把前面的一个涨幅全部都给跌回去了。要是你在这个位置选择卖出，结果第二天呢涨了 1.91%。所以在最近的这一段期间 Josie 是一直跟大家去讲，我们尽量的话呢超短线的去操作，就是日线结合日内的去看。因为日线上你去看这种的震荡性的行情，其实你很难的去进行这个获利，除非你的手上的一个股票呢它能走出自己独立行情的，比如像存储或者 CPU 等等，不然的情况下，只要你的这一个股票走势跟纳指一样，你就很难了去进行这一个获利。目前来讲，个人的观点仍旧如此。现在的话呢，纳指它是处于一个横盘震荡的这个过程，横盘震荡它本身就说明了市场当中的多空双方也在选择方向。那么在这个位置，目前个人的这一个观点会更建议大家呢，等它还完盘之后，看一下它是选择突破还是选择跌破。如果选择突破，那就告诉我们在这个位置它转为了多方主导的这种单边行情。相反，它在这个位置选择向下跌破，比如说把这个缺口下沿的位置给跌破的情况下，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知道它是选择向下去调整，那我就要注意风险，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虽然说最近的这一个纳指它是处于一个空方带状态，但是它的空方带它出现的是一个走平的这一种走势，它不像呢前面的这一波的一个调整，它是直接干嘛单边下跌，也不像呢前面这个位置的上涨，它是单边上涨，它现在是处于一个走平的状态。所以要关注两个点，第一个点的话呢，就是它在这一个位置震着震着，它是选择突然间这一个空方带呢向下去拐头呢，那不用讲，在这一个位置当中，空方选择占据主导，那么往下去调整的话呢，它的一个调整的幅度不会比这一波要小，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在这个位置当中选择干嘛转为多方带，在这里震着震着，然后选择多方带的话呢，那估计来讲往上去打的这个空间，我们不说涨到多少，但是呢到7月上旬的这个阶段，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有关注美股的小伙伴关注一下它的一个飘带的情况，它在这里震着震着向下突然间向下拐头的，那就说明在这里空方占据主导，行情呢它要往下去调，这一波的调整的话呢，起码来讲它得回到这个缺口左右之后呢，它才可能会止跌，跌幅也是相对比较大的。那第二个，它在这里震着震着干嘛选择向上突破转为多方带，那就说明呢它接下来我们不说呢它会像这一波这么的强，但是的话呢，我觉得它涨到7月上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有的学员关注一下它最近的走势，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大家能看到的一个点就是目前的美股呢，它已经出现了一个顶背离的一个形态。什么叫顶背离呢？顶背离的话呢，它是来自于道氏理论当中的第4条，叫平均价格包容消化一切。给大家呢去做一个这一个对比啊，这里呢是纳指今年年初的这一个走势，可以看到呢，纳指在1月底的这一个阶段，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震荡行情之后呢，它并没有创它在这一个2025年11月份的这一个高点啊，虽然它整体是呈现一个比较震荡的行情，但是一直没有突破前期高点，形成创新高的这一个走势。但是标普500当时在这一个阶段震震荡荡的，它其实是形成了一个突破它前期的一个高点，所以它是已经创了前面的这一个新高。那纳指未创新高，标普500则已经创新高，两者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叫顶部背离。顶部背离它是要调整的，它在这里背离的时间越长，那么它调整的周期就会越长。这个也是为什么呢，在今年的时候呢，在这一个1月初能一路的跌到3月底它才见底，足足跌了2个月的时间。因为你能看到他们当时背离的这一个时间也会非常的长，所以要注意一下啊，指数之间顶部背离它是容易下跌的。目前来看的一个点，就上边的是纳指，下边的是道指。道指已经干嘛？创了它前面的新高，纳指是还未创新高的。所以现在的话呢，指数之间的这种背离也可以呢分为2个走势。第一个就是道指拉着这一个标普500以及纳指呢一起去创新高，然后打开上涨空间，这是最理想的这一个形态，也是跟刚才呢我讲到的，它基本上能涨到呢7月的这一个上旬应该是没有问题，也是来自于呢它们之间的这种走势，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的话呢，就是道指在这里震震荡荡，确实来讲它又重新的向下去调整了，那么两者之间就成了一个一定的顶背离的这一个形态，那么的话呢，它就要有往下去调整的这个空间。就还像刚才讲的那样，它如果说真的形成顶背离往下去调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他们在这一个位置的一个跌幅绝对呢不会比这一波要小，这里是要注意的一个点。 OK， 这个呢是讲到的纳指的这一个日线。那如果说呢你是做一些日内的一个操作的学员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纳指的60分钟图。60分钟图能明显的看到啊，它已经突破了空方带，也是出现了一个黄烛的状态，但是未确认。不要说呢我看到这一个黄烛的时候呢我就立马要去卖掉，你可以看到前面这一波起来的时候也是出现了这一个黄烛信号，但是它一直未确认，甚至于在这一个位置当中还出现了一个干嘛黄烛消失收阴线的一个符号，但是它没有跌破黄烛的低点，反而又再一次的向上去跳空。所以有这一个纳指做超短线的学员，继续的黄烛你可以继续的拿着，拿到什么时候？拿到9号 K 线之后呢，再去判断这个9号 K 线它是选择突破形成中继结构的，还是选择跌破形成高位结构的。一旦选择的是一个向下的跌破，那我们可以选择在这里止盈离场，没有跌破的话呢，那我希望你们就可以继续的拿着，说明它的走势呢没有问题。如果你是内部学员的，你就给我关注好这一个黄烛的信号，只要它一直是黄烛的，那就说明了行情没有走完，看一下能不能转为多方带。一旦能转为多方带的话呢，它可能拉着这一个日线呢选择向上突破，那么行情呢它就来了。当然相反，它在这一个位置假设先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的一个情况下，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60分钟图它一旦结束，它可能呢会传导到日线向下呢去选择方向的。 OK，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要给大家去讲到的这个内容。那如果看到这里觉得有帮助的话呢，记得帮 Josie 呢点赞跟订阅。那接着呢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部分，来看一下呢一些个股的走势。个股的走势首先来看的是英伟达。英伟达其实我都没那么想再去分析了，因为它跟特斯拉一样就是没有什么意思。虽然说呢它在周五的时候确切来讲也收了一个呢差不多3%的这种涨幅，但是还是那句话，就短期来讲啊，我觉得特斯拉跟它呢虽然不得不说两家公司都是一个伟大的公司，也相对来讲都是有投资价值的，但是
短期来说它的性价比不高，所以你在这个阶段如果有这一个英伟达的，目前已经反弹了，触及到这一个空方带所在的一个位置，一定要谨防呢，它在空方带的位置会不会出现我们讲到的6种见顶的这一个形态。哪6种见顶的形态？第一种的话呢，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这个形态不管是在这一个多方带还是空方带，一旦出现的话呢，都要有回调的这种需要。第二个的话呢，跌幅大于3%的这样的阴线。第三个的话呢，强势的3日顶分型结构。第4个阴包阳结构，第5个带有长上影线的这样的一个 K 线，以及呢下跌缺口。那么这6种见顶的这一个形态，如果说它的股票触及到空方带之后出现的话呢，容易呢会有一个短期反弹结束的这种走势出现。所以如果说你有这一个英伟达呢，它继续的阳线，那你可以继续的拿着，继续的拿着。一旦出现我们讲到的这6种见顶形态的一个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在这个位置先止盈离场。起码到目前为止 Josie 个人的观点并没有改变啊，短期来说性价比不高。 OK， 这个是讲到的英伟达，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 AMD 首先来看的就是它的60分钟图啊，最近我们都是比较建议大家就是超短线结合日线去操作。那么对于这一个 AMD 的话呢，当时跌下来的时候，在这一个开盘之前，我们在行情广播就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啊。来看一下，当时在6月17号啊，当时在这里跌下来了之后，我们就给大家讲，如果说短期你想要操作的话呢，你可以看60分钟图，已经出现了机构低吸的信号，并且下跌结构久了，要么机构低吸转为做多进场，要么收阳线突破呢9号 K 线的高点去进场，两者都没有出现的话，那我就再等等。可以看到的一个点 ，AMD 呢在6月17号这一天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高开啊，收到的这根阳线特别的不错，但是呢最后是干嘛高开低走，收到的是一个阴线，结果在第2根 K 线的时候呢，它是收了一个阳线，既突破了蓝烛的这一个高点，又突破了9号 K 线的一个高点，那么这里是不是我们进场的这个信号吧？那我在这个位置进场完之后，它在这里跌下来了，我该怎么办？跌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当时也在6月18号啊，就是这一天开盘之前，周5开盘，就在周4开盘之前，我们就出了这一个行情广播，跟大家去讲，你已经干嘛进场了的这一个学员，你就以蓝烛的这一个低点作为我的防守位，507块2毛8左右。如果说它在这一个位置跌破了，那没有办法，我们就止损出局。没破的这一个情况下，那么这里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继续的拿着。那能看到它在这里有没有选择跌破？它是没有跌破的，所以没有问题吧？那你就可以继续的拿着，然后它在这一个周4的时候，直接在这里已经转为了多方带。目前来看的话呢 ，AMD 它在60分钟图上又是一个上涨结构1啊，属于上涨结构刚刚开始的这一个位置，又是一个一阳吞3阴的这一个形态。所以从整体来看的话呢，60分钟图目前是没有特别大的这个问题的啊，除非呢美一消息就是还是传来了这一个利空，它如果说向下60分钟图直接去把这个缺口补上了的，而且是跳空往下补的，那就没有办法，没有出现这样的形态下，60分钟图目前来讲没有问题，不管是走势还是从这一个阳线上去看都没有问题，所以有的学员呢，你可以继续的拿着。这个呢是讲到的 AMD 的60分钟图，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一下的就是 AMD 的这一个日线上去看，目前对 AMD 的最主要的一个 K 线的话呢，应该就是前期的这一个9号 K 线高点的这一个位置，大概来讲546块4毛4的这个价格，它不单单呢要选择去突破它，并且呢要企稳，不要像它3号 K 线这一天这样，就是呢盘中呢进行一个突破，然后收盘价跌回来，而且的话在第2天立马收了一个阴线，那么这种走势它就会比较丑了。最好的话呢，就是它在这一个下周的时候可以收一个阳线，突破它的一个高点，然后的话呢再来一个中大阳线确认有效。如果能出现这样的一个形态的，那么 AMD 的话呢一样，它也能打开呢这一个上涨空间，那我们基本上就不用去愁了。所以日线上操作 AMD 的啊，现在关注的点就是它能不能进行一个突破并且企稳，可以的情况下，那我觉得你就可以拿着等待干嘛？它能打开上涨空间啊，真能突破的话，到时候 Josie 再跟大家去讲 AMD 怎么样去操作。OK， 接着的话呢，再给大家去讲的就是美光。
美光的话呢，已经顺利的突破了前期的这一个高点，并且的话呢，它在这一天是收了一个8.7%的这个阳线。特别的一个漂亮，所以从这一个美光的日线上去看，它目前要关注的就是它突破完之后能不能再来一个中大阳线，去证明它在这里突破并且企稳的，就是突破完之后不要立马跌回来，形成一个假突破，像它前面这一个位置一样，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假突破的一个动作。最好的话呢，就是它在这一个周一的时候收一个中大阳线，确认突破有效。一旦突破有效，那基本上呢，它就能打开上涨空间。对于美光的话，我觉得我都已经讲腻了啊，从4月份就一直给大家去讲到的这个观点。大跌大买，大跌大买，中间给过大家无数的进场的一个机会，但是有的学员呢，他是存在的这种验证心理，他就觉得呢，他这里不一定就能涨啊，不一定就真的能大跌大买。等到现在已经涨到1100了，再来问我美光还能不能上车啊，我就没办法了啊。所以有的这一个学员啊，目前的这一个操作策略，第一个关键的价格9号 K 线的高点1089.29的这个位置，它在下周一的时候能不能再收一个中大阳线，确认突破有效？如果能突破有效的话呢，下一个关键的价格，先看1151.47。周五最高价的时候，周四最高价的时候呢，涨到了1149.43，差了大概2块钱左右，然后跌了回来，收盘价是收到了1133.99的，说明这个价格的话呢，它是有一点阻力的，但是我觉得它要突破应该没有问题，所以这个价格能突破的话呢，向上再去看的空间，能看到呢1200开头的这一个美光。大概来讲，它会去到1243.25。同时要注意的一个点，美光的话呢，在24号会出这一个财报。对于它的这一个财报，你说我要保持特别乐观的这一个看法的话呢，可能有点难，毕竟它从底部起来到现在已经涨得足够的多。但是看好美光未来的这一个发展，所以呢，24号它的财报出来了之后呢，它如果说它是符合市场预期的，我估计来讲，你说要再像这样的一个跳空高开，我觉得有点难度啊，我是觉得有点难度的。但如果说出来之后呢，超市场预期的啊，最多的它可能就是像最近这样，就是出现一些比较不错的，可能大概来讲在10%左右的这种上涨，这个已经是非常乐观的这种看法了。但是如果说美光的这一个财报出来之后，它没有符合市场的一个预期的，它真的能大跌下来的，那么个人的观点仍旧没变。大跌大买。如果说它真的跌下来的情况下，一定要意识到机会呢大于它的这一个风险。回来了之后呢，它如果说有出现开始震荡的这种迹象的，那基本上来讲应该就是有新的资金去抄底的，你就不用去担心。那所以对于这一个美光的一个财报啊，虽然我觉得它在这里想要大涨有点难度啊，但是个人不舍得在财报之前把它卖掉，所以我会觉得涨上去了，那么我赚钱；跌下来了之后呢，那我就干嘛把自己的平均价格给拉下来，那也是一件美事。OK， 这个是讲到美光的日线，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就是美光的60分钟图。60分钟图的话，已经让大家在这一个位置买了啊，所以不要说这一波呢没有进场，已经很公开明确的跟大家讲了。可以看一下6月17号开盘之前，我们每天的话都会在开盘前大概来讲5到6点的时候呢，给大家呢去发我们的行情广播，跟大家去讲一下当天的操作策略，还有一些个股呢 Joyce 的这一个观点。那么来看到的一个点，6月17号开盘前就给大家讲了啊，它在这一个位置当中啊，大跌干嘛？它就是机会啊！这句话我已经讲过无数遍了啊，已经离场的，你给我关注一下60分钟图，回踩多方带，并且机构低吸，看看能否转为做多。能转为做多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考虑进场了，不然的话呢，你就再等等。在11点半的这一根 K 线的时候呢，收完盘直接一根阳线突破了蓝烛的这个高点，形成了一个机构由低吸转为做多，所以这里是不是一个进场的这一个信号呀？然后拿到现在。目前如果有美光的这一个学员注意一下啊，虽然它在这一个周四的时候尾盘啊有黄烛消失收阴线，但是它还是处于一个上涨结构当中的，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暂时再去拿下。如果说你还在里边的学员啊，我希望你们可以暂时再去拿一下下。
拿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它最好呢可以来一根8号 K 线，再来一根9号 K 线，看一下这一根9号 K 线啊，假设它就是一个高位9结构的，那么60分钟图我们就走了。但是它出现的是一个中继9结构的，那就说明了60分钟图上呢并没有干嘛，并没有涨完，那我可以继续的再去拿着它。所以对于美光的话，有的学员，我希望你们可以暂时再去拿下，等9号 K 线出来之后再说啊。当然它也有可能干嘛，8、9号 K 线它没有出现，它直接上涨结构就消失不见的，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考虑止盈离场了。OK， 这个是讲到的美光，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话呢，就是特斯拉。特斯拉刚才也跟大家讲过了，跟英伟达一样，就是性价比不高，所以一定要操作的这个学员的话，我们就做一个反弹就行了啊。还是那句话，这2家公司都是好公司，只是现在来讲呢，它性价比不算特别的高。一定要做的，我们就设置好防守位。来看到的特斯拉的话，它在日线上出现了一个干嘛反包阳线的这一个形态啊，也叫做晕线的这一个形态。一定要进场的话，你可以等干嘛收阳线突破呢这一个晕线当中紫线的这一个高点，大概来讲呢，应该是在402块5毛2的这一个价格。它在下周假设能收一根阳线突破它的这一个高点的，那么你可以选择在这里进场，然后呢，以母线当中的这一个低点作为一个止损的一个价格，跌破了我止损出局，没破的话呢，你可以拿着。同时它在这里要是真的能收一个阳线把它突破的情况下，那么它呢也叫一个单针探底的一个形态，那我就可以考虑呢在这里进场。没有收到阳线进行一个突破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再等等。同时在这里也问一下大家啊，因为特斯拉跟英伟达的话呢，确实来讲短期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希不希望我们的频道在短期的这一个期间继续去关注这一个特斯拉？如果大家需要的话，你们可以在这一个评论区给 Joyce 回复一个 yes。但是你觉得可以把这2个股票先给略开，等到它有机会再去分析的，而是把这一个其他更有价值的股票跟大家去讲的话呢，那你可以回复一个 no。我们统计一下呢频道的这一个学员的观点，好吗？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 Circle。Circle 的话没有什么好说的啊，既没有突破我们讲到的蓝色 K 线的高点，大概来讲呢84块3，也没有干嘛回调到这一个缺口的位置，所以的话呢，对于 Circle 观点不变，要么突破它去买，要么呢回到缺口之后去买，两者都没出现的，那我就再等等。所以 Circle 的话策略不变，我们就不再给大家多讲。想要给大家讲的话呢是 HOD 啊，为什么会给大家讲这个股票？因为有学员的话呢，他是有 HOD 的啊，问 Joyce 呢该怎么样去操作？所以最近我们行情广播也是一直呢在跟踪 HOD， 其实它的每天的波动呢也会特别的大。你比如说像周一的时候呢，它来了一个跳空向上的一个 K 线啊，但是当时它是一个假阴线回补缺口，但是呢收盘价跌了回来。所以当时就有个学员问我这个位置究竟要不要离场？我们来看一下6月16号的时候，在这一天开盘之前，我们给大家讲过啊 ，HOD 呢它是盘中回补了昨天讲到的缺口。不过呢是盘中回补，收盘价收回来的假阴线。有的学员你就以呢缺口下沿的这一个价格，大概来讲应该在96块1作为一个防守位，没有收到实打实阴线跌破的情况下，你就拿着看多少钱，看101块6毛3。这个是我们在周二开盘之前提前给大家去讲到的点。那你看一下周二这一天，确实来讲高开低走，最后呢盘中的时候呢还把缺口下沿的位置给跌破了。但是它的收盘价是收了回去的，所以这里需不需要去止盈离场呢？它是不需要，它不是呢实打实的阴线进行一个跌破并且回补的吧？所以这里是不是可以暂时再去拿一下下？接着的话呢，在6月18号这一天也再一次给大家去讲了啊 ，HOD 它的缺口下沿96块1，它是防住了，没有跌破的。那么抬高我们防守位到多少钱？到101块6毛3的位置。上方看的话呢 0.618 的阻力位，110块6毛3的这个价格。那我们看到的一点啊，在周三这一天的时候，它的最高价它来到多少钱？来到110块6毛来到了110块7毛3，跟我讲到的110块6毛3的价格仅差了1分钱，最后收盘价它是收跌下来的。
那这两个价格怎么来的啊？给大家去看一下啊。这两个价格的话呢，是来自于我们讲到的黄金分割比例当中，一个是 0.5 101块6毛3，还有一个就是 0.618 110块6毛3啊，两个都是6毛3啊。然后我们看到呢，这一天它最高价它就是触及了这里，然后跌下来的，所以目前来讲呢，这两个价格仍旧会作为 HOD 呢，它短期它要去突破的一个价格，110块6毛3的这个价格。它如果能进行一个有效的突破的，那基本上就可以看它前期的价格了。那相反，如果它在这里并没有呢突破110块6毛3，它是反过来跌破的，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啊，这里我们要不要先止盈？不然的话呢，我觉得它只要能突破呢0.618的这一个价格，那么它就属于强势反弹，强势反弹它是要创新高的。OK， 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话呢，就是英特尔。英特尔这只股票应该也是我们最近讲到的股票当中比较多的啊。存储的话呢是美光，然后 CPU 的话呢是 AMD， 英特尔的话呢单纯的是有特朗普的背书以及马斯克的背书，所以呢我们的对它的一个观点也是大跌大买，就是跌下来它反而是一个机会的一个阶段。能看到它现在的话呢，它的一个飘带已经转为了多方带，现在对于它来讲啊，就是要去判别一下它的这个缺口能不能是新的一轮行情的启动缺口。如果说呢，它可以像这里一样，它在这里呢也是转为多方带，然后以一个跳空向上的缺口开启了这一轮的行情啊。虽然呢，我觉得它接下来想要再走一波这么强的行情可能有点难，但是我还是比较希望它这一个缺口能成为是一个新的行情的启动缺口，所以缺口下沿的话呢，看一下能不能呢撑住3天，也就是说不要在3天之内就给补掉了。如果被补掉了的话呢，那么它只是一个普通缺口，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它没有被回补的，那它就能成为呢新的一轮行情的启动缺口，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的话呢，英特尔目前它突破了前期的高点，看一下它在下周能不能再收一个中大阳线，去确认呢它在这里突破有效并且企稳前期的高点132块7毛5，再来一个中大阳线去企稳的话呢，那基本上来讲它就要打开上涨空间了啊。一旦突破前高，那上边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阻力位了。那第二个的话，刚才讲到的缺口下沿，125块2毛钱的这个价格，看一下能不能不要被回补，不被回补的，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啊。它会是下一轮行情的启动缺口。那么如果说它要开启下一波行情的话啊，它向上的这一个空间能到哪里？我大概用这一个黄金分割拓展啊试了一下，然后发现的一个点就是，它要是能在前面的这个价格突破并且企稳的，那它下一个关键的价格能去到多少钱？能去到呢144块3毛9的这个价格。因为从现在的这个价格往这里的话呢，基本上中间没有什么阻力，或者说呢能顺顺利利的到这里，所以有的学员关注的2个条件啊，前期高点能不能企稳，第二个这个缺口能不能呢是新的一轮行情的启动缺口。好的，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 ARM 啊，有个学员一直在问啊，能不能去买？当你会发现啊 ，ARM 它其实中间给过大家无数的这一个进场的一个机会。频道最早呢去讲 ARM 的一个机会的时候呢，是在这一天，当时的股价大概来讲是230附近啊。因为这一天是我讲的这一个早盘课，所以呢我对它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当时就跟大家讲了，它在这里收阳线突破的情况下，基本上它就要打开上涨空间，然后一路咔咔咔的，到现在已经来到了430。啊，我们讲的时候才230，现在已经呢差不多要440了啊，439块钱了。再往上走一走的话，都快翻倍了啊！其实中间的时候，它真的给过大家无数的进场机会，包括最近的时候，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个机构低吸的一个信号啊？这里是不是也是一个进场的时机？但你没有在这里进场的，你现在再去追的话，我就觉得不大合适了。为什么这么说？它在日线上已经出现了一个短期超买的这个信号，并且还是一个十字星，它能继续的黄足的那还行啊，它能继续黄足，你就继续的拿着。但是它在这里如果黄足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的话，那基本上呢这一轮它可能就已经涨完了。不要觉得呢强势股它就不会回调啊！你看一下 ARM 从这一个高点往下跌到低点的时候，中间跌幅将近25%，它的一个回撤是非常大的。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股票，一定要去做低吸，而不是去追高。那第二个的话，除了它出现短期超买的信号之外，它在周四走出来这一根 K 线，还是一个十字星的一个形态。十字星本身它就是用来看变盘的啊，跟这里你觉得像不像？当时也是出现了十字星，而且也是在黄竹附近的位置出现的啊。所以如果你没有抄底逃顶系统，看不到呢黄竹信号的，那我建议的话呢，你可以以这一个十字星作为我判断的这一个标准。大概来讲的话呢，是在423块6毛2到452块7的这个价格。它如果能收阳线突破呢它的一个高点的，那不用讲了啊，它在这里还会继续的向上去冲，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但相反，它在下周假设来一根阴线跌破它十字星的一个低点423块6毛2的，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它短期干嘛有向下去回调的需要，那我就要注意风险。那么对于像 ARM 这样股票的，我错过了它日线级别的机会，那我该怎么样去操作？会建议大家的话呢，从它的60分钟图去做，因为60分钟图能看到的一个点啊，前面的这里它是不是我们讲到的建仓买点的一个形态吧？我觉得呢，最近啊，在美股当中建仓买点这一个形态，尤其用在强势股，特别的好用。基本上呢，我不说啊时买时涨，但是的话，你用这一个形态呢，套到那一些呢比较强势的股票身上，你会发现它用在60分钟图上啊，只要它出现80%-90%的概率它都能上涨，所以这一个形态还是挺好用的啊。除了它在这里出现建仓买点之外，最近出现的买点是不是在这里也是一个机构低吸转为做多的这个信号，也非常的漂亮啊。但是现在的话回调到多方带的位置，还没有明确的出现止跌的这个迹象。你一定要去做的啊，最少我觉得得等60分钟图把阴线高点的价格突破之后，你再去做，我觉得呢会更好一点。阴线高点大概来讲444块4毛3左右，最好等它呢收个阳线突破之后再去进场，我觉得会更安全一点。没有突破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再等等，不要那么的着急。只要是这种龙头股的，它一定会给你上车的机会。这个呢是讲到的 ARM， 那么对于我们刚才讲到的什么龙头股啊，什么这个牛股啊等等，它不是说我们随便去讲的啊，你一定要知道，就是目前市场的话呢，它是有这一个主线在的，那这一主线它一定是围绕着 AI 去走，但是 AI 它不是一起涨的啊，这里一定要记住啊。我们知道的一个点就是呢，现在仍旧是处于一个 AI 基建成的一个阶段。AI 基建成完了之后呢，它可能会呢朝着 AI 软件成。那么注意一下，假设说真的板块轮动到 AI 软件成的，那么注意一下，假设说 AI 的基建成开始往呢 AI 的软件成去的情况下，那么在这一些股票当中，我相对比较看好的可能会在 Adobe 身上，不要觉得它最近跌得多啊。但是我觉得它的一个发展潜力啊，假设真的资金轮动到这一个软件层的话，我会觉得 Adobe 的机会会比其他的股票来的更加多一点。第三个的话呢，它可能未来干嘛会冲到呢物理 AI， 但是要记住的一个点 ，AI 呢它不是全部一起涨的，它是从基建层向外去扩散的。现在基建层它也不是所有的股票都涨，它也是有主线的。那么主线我们是不是一直给大家讲存储、光通讯以及 CPU？ 当然最近的光通讯的话呢，它有在调整，等止跌啊，止跌完了之后呢，它仍旧会是机会。至于存储跟 CPI， 现在呢仍旧是强势的板块，但是呢股票呢不可能一直涨，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一些资金会从这两个板块往另外一个板块去走？那么从这一些板块当中，我觉得下边呢最容易再出现资金轮动的话，或者说呢资金蠢欲动的，可能就是在算力身上。那么算力的话呢，给大家去看一下啊 ，IIEN 它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代表了啊，包括 WULF 这两个股票都是 AI 算力比较有代表性的。那 IIEN 呢，给大家去看一下，它目前来讲啊，开启动了吗？我觉得还得等等啊，能看到。它在最近当中，有出现过连阴梯量的形态，目前也是出现连阴梯量，但是还未确认。前面这个底部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出现了连阴梯量，然后咔的一下起来的。但现在的话呢，它确实有出现，还没有确认。怎么样确认？它得需要一个阳线把阴线当中的高点给进行一个突破，大概来讲多少钱？61块5毛3，能把它突破的情况下，那么它就有机会。没能把它突破的话呢，那说明呢 IIEN 短期来讲它还没有起来。
所以你看到就是数据中心什么时候能起来，就看 IIEN 以及呢 WULF 这两个股票什么时候能起来，它们能出现我们讲到的一些龙头基因的形态的，那就说明呢这一个板块它要起来了。没有出现的话，那就说明资金仍旧在存储以及 CPU 身上，我们呢就可以再等等。所以想要关注 IIEN 的话，就看它能不能收个阳线，突破连梯量当中阴线的这一个高点，能突破的它就一个机会，没能突破的话，那我们就再等等。收阳线突破它的，那我们就买，没有的话呢，我们就再等等。好了，以上的话呢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到的所有的内容。那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在评论区给 Josie 留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